兄弟姐妹们，我竟然被威胁了！我这几天呢发布的内容啊，都是关于韩红基金会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把他们公示的年报一些内容给他公示的。那在昨天晚上呢，突然就有一个人在我的私信当中什么劝君莫做什么缺德事啊，家中自有这个还账人又是什么东西啊？这很明显拿我的家人来威胁嘛啊！那说明我的言论触碰到他的利益了，那否则他不可能说这句话，对不对？那这个人究竟是谁派来的，跟谁有关系的，目前不得而知我会保留证据我所发布的所有的视频都是以事实为依据，没有造谣，也没有辱骂他人。那么如果说你认为我侵犯到你们的什么权益，你们可以走法律途径来告我没有必要干这样的见不得光的事情。关于韩的百人医疗援助这个事情我在他们这个企业公示一栏当中我看到他们这个账目，这个账目让我看到非常的触目惊心等我抽空我给它整理出来给大家看就现在作品可能这个流量比较差，我不知道发在哪个地方流量能大一点这个希望大家能够顶一把兄弟姐妹们，顶我一把。我发出来了以后，你们肯定是触目惊心大致是什么？2025年2025年呢，他们总共就是百人医疗这个事情就是义诊，他们总共是花出了690多万那么就是用在这100多个人身上就是这个吃喝住包括工资补贴等等我大致算了一下大概应该在将近300万吧260多万将近300万这个期间这是一个大概等我把它准确的这个数据给它罗列出来那么现在呢只是能说一个大概大家想想嘛，触目惊心总共就在花出去是690万就是用在这100个人身上，吃喝住行包括工资等等等等，就将近小300万。你们想想吧，兄弟姐妹们，可不可笑就还有其他的太多了，兄弟姐妹们如果说我把那些全部整理出来报出来，估计得出个20多个视频，估计都出我估摸着就是一个正常人，你用一个正常人常情常识你来判断他们的开支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加油咱们只要实事求是不造谣不诋毁，对吧？咱们就不怕，咱们老百姓有监督权利。姐妹们真的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今天就是那个歌星韩红，她的那个义诊队还是啥了，不是来就是我们乌拉特后期了吗？我看那上面写的是全天那个啥义诊嘛，然后我下午来了没人了，人家都已经做完了，该拆的都拆完了。我这个肾脏就是有肾炎嘛，本来是想着让人看一下，回吧，没有这个缘分可能。我这些视频我喊一下这个王增娟王姐喊那个韩大姐呢，韩大姐不搭理我，她牌子大。那王姐你是不是应该回应一下？那王姐我想问一下关于之前支援香港您这边募集资金是2780万那您实际捐给香港这边是1000万，还剩1700万，请问用哪里了这钱不是你的，是社会公众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那我呢就有权利监督你。如果说是你们自己赚来的钱，我搭理我都不搭理请您必须得公示剩下的钱用哪里了那还有个就是这个叫急速抢救救护车这个项目您这边呢总共收入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2400多万那您这边总共是总计就是加上您这个人员这个工资福利待遇还有这个什么设备包括交通会议等等总共您这边呢使用的是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8000多万啊！您募集的资金是是这个2000多万，然后最后花出去是8000多万。那香港这边募集资金是2780万，将近2800万。您这边花出去多少啊？花出去1000万。香港这边呢，它这个所谓的什么志愿者报酬啊，包括这个房屋费啊，还有会议审计啊，这些费用几乎是没有啊，总共也就是179。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救护车，我们来看一看啊，直接或委托他人组织或者是那个捐助给这个受益人的这个款项是8400多万啊。那么就是说，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花费是各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万十万8万153万也就是说这153万是单纯给这些志愿者这个发这个补贴报酬的这可能没有列举就是他们慈善基金会本身的80多个人的工资不要混淆了。这个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这是个十百千万10万30多万。难道您去买这个救护车捐给他们，占用他们自己的场地，还得给他们钱吗？这显然不可能是不是？那么还有这个叫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等费用是花了多少呢？个十百千万10万119万这119万又单独列出来了，什么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就这些的以这些名目就花了100多万。那么很显然我们通过这些，还有下面还有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我都不说了我等下一期视频再给大家讲那就是说，只要他单独捐了多少钱，就是没有这些人员补贴费用的他都捐的比较少，就收的多花的少。只要有这个人员补贴费用等等他都是这个收的少，捐的多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好，这里是韩红基金会。你好。我们有收民政部门和市长热线的反馈，然后您是有一些基金会的问题需要咨询是吧？对呀。那是这样的，关于您的几点疑问的话呢，就是您主要是想要了解什么方面的问题呀？这边了解之后呢，给您解答。第一个，韩红基金会在2012年到2019年是没有向社会公开募捐资质的，那么向社会公开募捐这是违法行为。那么所公开募捐的款项有没有依法退回？那么相关行政部门为何没有对你们基金会进行处罚？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得给我记下来我不可能再重复。你讲。等一下。喂。您能听到我讲话吗？你好，我都听了好。这第二个问题韩红基金会自这个12年到2025年所有的收款，那么购买救护车或者购买这个医疗方面，或者是资助这个医生这个培训等等这个明细，什么明细呢？就是购买救护车的这个价格以及医疗救护包等等这些价格，对吧？都要公布。而且这些购买的这些产品是在哪家公司购买的，对吧？什么时候打款，打了多少钱，这些明细账也得公布。第三个，关于韩红其本人向韩红基金会
自成立至今，其自己的这个财产有没有使用自己的财产捐在这个航空基金会啊？就捐了多少，这个也得对外公布啊。第四个，关于航空基金会这个王增娟、李健等，那么他们在2017年的工资是李健是拿了2万，那么王增娟拿了大概应该是10几万啊。那么到2025年这短短几年里，他们2人的工资以及其他人的工资翻了数倍，那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啊。那么他们有没有涉嫌侵占这个善款？那先生有了解您这几点的疑问了。那这几点目前我只是想到这几点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我现在也想给你这么一打断，你把我打到忘了。那先生针对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是基金会在19年前接收到的这个社会募捐的问题。这个事项的话呢，已经是由北京民政局进行监管，并且呢，北京市民政局在2020年已经发布了公告声明，您可以呢查询一下北京市民政局的这个声明。这个声明有什么用啊？能有什么意义啊？那依法你们应当予以退回，是不是？你退了吗？基金会的话呢，接收到的监管信息，已经由这个北京市民政局在2020年发布了公告声明，基金会呢也已经按照相关要求完善了工作的，并且你按照哪个相关要求啊？你按照法律规定了吗？法律规定你非法募捐应当退回，你退给谁了？基金会所有的开展工作呢，都有受到上级部门的监管，你怎么没有募捐？那你的募捐资质都没有，谁监管你了啊？你从12年到19年7、8年的时间都没人监管你，谁监管你了？你这说这话谁能信啊？是受到北京民政局的监管的。监管了，你还能有7、8年的没有募捐资质都可以募捐啊？那如果说没有人去举报，到现在估计都没人监管。那基金会呢，也有按照监管的要求和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官网的信息公开专栏进行了信息公开。你也可以在基金会的官网。你们的信息公开我看了啊，不明确，很模糊啊。你今天打电话给我，我希望你能够面对问题啊，直面对问题回答，不要给我躲着藏着掖着掩着啊，不要跟我玩这些什么模棱两可的话啊，要不然那这个通话咱就没必要了，懂吗？你们是必须向社会公开说清楚。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的要求，有在官网进行公开，也欢迎您呢通过基金会的官网进行查询。查询不到啊。你们的所有的账目我看了，可以在官网没有不够明确，不够细致，只是一个大概的账目啊。后续信息呢，您也可以通过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先生。不是，你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那我这边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针对您问题的回复了。如果您没有其他的问题咨询的话，我的问题太多了，你一件也没回啊，那咱们继续反映，对吧？继续反映。你们是在回避问题啊，懂吗？有解答您的疑问，先生。你们是在回避问题啊！我向民政部门反映你们的问题，民政部门为什么把我的手机号给你们了？我们也是按照民政部门的要求。对，你们按照民政部门的要求不要求跟我没关系。民政部门为什么把我的信息透露给你们了？因为您咨询的是基金会的问题，所以说我投诉的是你们的问题，怎么把我的问题转给了被投诉人了？行，民政局是依法监督你们的行政部门，我向他们投诉啊。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机构，
我投诉你们的问题，他把我的电话给你们了，那等于说泄露我的隐私了。那先生，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为了回复解答您的疑问，还有其他您需要咨询的吗？你一样你也没跟我说啊，一样也没说清楚啊。这边也有按照您的这个疑问的话呢，给您进行了信息解答。我现在你一样也没跟我说清楚啊。基金会呢，所有的开展工作都是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和法律法规、基金会规章制度下进行的。你们谁监管你了？谁监管你？你还能在7、8年没有资质都可以向社会募捐啊？你监管谁？你合什么法啊？谁监管你了？那我们也是受到民政是吧？你现在还能不能说清楚？说不清楚咱就挂了啊！让这个民政部门跟我说啊，对吧？说不清楚就挂，你把挂了啊。咨询的话呢，就不打扰您时间了，再见。整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这段时间呢也发布了很多关于韩某人的母金的一些作品啊，我也将他们公示的一些账单公之于众。我又揭示了关于这个张某月他曾经在韩某人的这个基母金某会担任这个理事。那这个张某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替韩某人说话，那这就带有个人主观的一些利益色彩啊，是不是？那他这就失去了一些所谓的公正公平啊。我在昨天晚上就收到了一个人对我家人的这种微某邪的言论啊。那么在今天下午我呢就突然收到了这个韩某人的这个某金某会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我非常的奇怪，我的电话他们怎么能获取？他们说我向这个民政那边反映我确实多次打电话向那边反映。那民政是一个行政单位我要向他们反映问题，他们应该去调查，对不对？然后由他们给我答复。那为什么把我的电话信息给了韩某人的这个基某会呢？让他们来打电话给我举报人的信息给被举报人，由被举报人打电话给举报人那这问题能解决吗？这肯定解决不了是不是？事实他也解决不了我问出了几个问题，他都没有正面的回答我只不过就说什么我们这个是由民某政监督我有什么？那我说既然他们监督你们在12年到19年为什么没有合法的募捐资质，你们还募捐呢？你们募捐了的钱依法应当退回而且呢还要对你们进行相应的处罚，为什么没有对吧？这么多年了，你们没有募捐资质，一直在募捐，请问监督了什么？被我问的是哑口无言整个通话大概应该有10几分钟左右，我也没办法给他放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接下来其实在他们公示的一些账单里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准备都给他公示出来由大家呢来监督。慈善法上也明确规定对吧？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你们具有监督权利那么咱们也希望有关的一些单位，也包括这个某金也希望你们自己把一些问题给大众说清楚你说不清楚，我们肯定不可能说就这样的就放过你对不对